那真的等到交屋那一天，存款就跟大家一样瞬间归零，真的是几乎归零他觉得人生整个被掏空，但后来怎么样也没怎样啊，他本来担心的什么意外啊、紧急花费啊等等有的没有发生啊，他还发现说每个月固定缴房贷，反而比以前租房子租房子你剩下钱会比较多啊，比较多你真的会认真去存啊，屁啊，那乱花那现在就是有钱先缴房贷。那反而可以控制这个开支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用担心哪天房东突然收回房子，所以他还跟我讲说他现在每天回到自己家的感觉是真的很放松啊，很爽啊，早知道就早点买，因为早年的房价又不一样，以前真的是活在一个自己吓自己的阶段。你看又是一个当初早知道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自己吓自己等你真的去做以后才会发现其实也还好就这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就真的没什么好怕。以买房这件事情来说，我可以跟你保证，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房贷一族拼买房，买房存款归零后怎么生活？房贷负担率加回血公式带你算出安全边界，让你不用每天啃吐司害怕还不出来先做结论，其实不用太担心了银行他都看得到你布置，他还是贷款给你，他也知道你归零了，他还敢借给你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到说，想帮长辈买房该怎么选，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后存款被清空是正常的吗？这是我们来聊 PTT 上的一个讨论标题我念一下，闲聊，普通人买完房后身上没有现金是常态吗？那内容就是说，这个原 po 很感慨，现在房子那么贵，如果要买房，就是把全部的积蓄拿去付头期款，现金就归零了然后就问说，这样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那大家有没有买房后现金消耗殆尽，然后第一年过得非常辛苦的经验可以分享？这样底下当然各种讨论嘛，有人说他买完房以后，全身上下只剩下5万块或者说买完房之后会怕然后跑去借信贷，然后家具是刷信用卡分期之类的各种骚操作就跑出来了。然后有一个蛮经典的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他写前几年买房头期款加上装潢家电，还有家人跟亲戚的赞助，入住那一天存款见底，靠全联吐司水饺撑了几个月我靠，真的是蛮猛的。然后我还要找到一个案例标题我念一下，头期款花光存款，他月薪3万6，冲600万的预售屋，全为这目标房贷金额铺压力大，但不后悔这个网友是怎样？是在2022年的时候花600多万买了一间2房预售在台南。当然他到现在绝对是笑出来了，那个房价涨那么多，2022年的房价呢？然后他说那时候真的是山穷水尽房子没有钱装潢就只有买很简单的家具，甚至还把车位租出去来补贴收入，这样。也就是说，为了买房子，很多人都是 all in 的 ，all in 全部身家的了。所以这个是常态这个大家大概都是这样干的。但是我过得很苦，我不会上网去炫耀嘛然后变成说，等到轮到你自己苦的时候，你说这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跟你讲很正常你看全联吐司的销量你就知道。当然你要知道该怎么降低自己的压力。像我们刚才讲的原 po 他虽然没有说他有买还是没买，但我会看现在他就是想买只是下不了手，所以才来房版问问看，找同温层帮他克服心魔这样。我也分享一些数据给你参考。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内政部今日发布114年第一季全国房贷负担率为 44.53% 房贷负担率的算法就是中位数住宅价格每月应摊还金额，房贷钱除以中位数家户可支配所得，就是平均一个家庭他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然后他是用中位数来计算中位数这比较理想的，因为平均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解读成一般人买一间房子就是会吃掉 44.5% 的可支配所得，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去算贷款金额没有超过这个趴数的话，大家都这样所以大家都安全。因为我们就没看到法拍一次出现了10万户20万户嘛。那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我会找到更详细的数字给你参考。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挑几个讲就好。如果你想要看这张表你可以自己 Google 搜寻说114年第一季房价负担能力指标统计成果
那你就找得到。我们继续讲哦，房贷负担率全国 44.53%， 这刚才讲过。然后它有各都的哦，新北市 58.68% 哦，林老师将近60%呢，所以买新北市真的要很有实力。台北市够卡行哦，68.94%，大概收入的70%哦。你说收入70%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因为有队友啊，哦，老公跟老婆啊，现在讲的是就一起支付还支付得了的状态哦。你看，即使是这么紧，还是有办法买哦，因为这是中位数，表示大家都在买。那等于是，你看你台北市你买完你手上真的会只剩下吃吐司的钱哦，然后你的收入还要足够的高。那台中呢，53.37%， 50%多一点，台中压力也是很大。然后最后是高雄市，高雄市是 43.13%， 对啊，所以你看高雄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哦，比全国的中位数还低一点。那所以说你做高雄的话，你压力会小非常的多。总是比那个台北4块7成还要少3成吧，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记得算好自己的回血时间哦。那我也来补充一个可以帮你降低压力的做法，就是你去算一下，如果你 all in 以后，你要回血到安全值需要多久？例如说你的可支配所得是10万，然后你买一间高雄的房子，刚才说的负担率是 43%， 那方便算我们就讲4成就好。那安全值指的是你的紧急预备金要抓多少？一般来说，你就要抓3到6个月的生活费嘛，周转嘛。好，我们直接抓6个月，然后1个月算10万这样。那预备金就60万。以刚才的条件来说，可支配所得是10万嘛，然后房贷抓4成，所以你会剩下6万嘛。我们再扣生活费2万块，你还会剩下4万。那紧急预备金是60万，除以4万的话，那就15个月。也就是说，你缴完房贷只要15个月，你就可以回血。那你这份工作是不是至少还可以再做1-2年？这个你自己也判断得出来。那如果说你算一算以后要回血需要3年，那我就会说风险有比较大那也没说不能冲，你考虑清楚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看房贷的银行局的余放比还是非常的低。你就这样想嘛，那个买一间房子你是首购的话，你准备2成，银行贷8成，银行出的钱比你还多呢，比你多4倍呢。银行都说好，没关系，你上。那你要怕什么？银行都敢放了，就是他算过，他觉得你还 OK 就这样，不用担心太多。他出你4倍的钱，他都不担心了，还敢放给你了我们真的是不用自己吓自己。讲的差不多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买房后存款清空是常态吗？我先分享了 PTT 上许多人买房以后存款几乎归零的实际经验，并且提供了内政部的房贷负担率等等的官方数据，来证实说许多人买房的确是需要付出近一半的月收入去偿还贷款。那如果你要买到台北市的话，要拉高到收入的7成，通通拿去缴房贷真的是很夸张。此外，我还跟你分享了如何计算回血时间，就是评估自己的财务恢复到安全值所需的时间，将能够有效的降低你买房后的压力。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说，买房后存款归零的现象常态就是这样。但只要谨慎评估负担能力，掌握好自己的回血时间那你即使 all in 还是可以安心上车，而且银行都不怕了我们真的不需要太过担心。最后我想问你，你买第一间房子以后手上剩下多少钱？真的喷光不到5万， B 还有6位数， C 还有7位数以上。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那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个名字我改掉了那故事就是这个故事。这次的主角叫阿乐然后最近阿乐遇到一件让他很纠结的事情，就是他想要买房子，也不是买不起只是对他来说，房子买下去存款瞬间归零，所以他当然就开始各种纠结跟内心戏例如说买了以后，如果家人生病、车子坏掉、公司突然裁员，那怎么办？到时候手上完全没有钱了，那怎么办所以每次想到这边他就说了，然后他还一直跑来问我说真的问好几个月他说你怎么都不会怕那我就一直安慰他嘛，就一回生二回熟啊，你久了你就习惯了。后来事情发生转折就是他跟我讲，他说有一天他下班回家，房东打电话给他那他就说平常这个房东从来没联络过，现在接到这个房东的电话一定没有好事情。果不其然，房东就跟他说他们家小朋友结婚，房子要收回来自己用请他下个月搬走如果下个月搬走，那个押金也不扣然后这个月房租也不算了，这样行不行？那阿乐一听就觉得说拜托他东西很多你这么临时要我下个月搬走，我要去怎么找到下一个房子？然后跟房东贼，然后房子就说没办法，他儿子就是要用等等有没的。他就想说哇，那这样继续租房子到处被人家赶，好像也不是办法他自己都30几岁了那一直被赶来赶去他现在30几岁还算很好租房子以后50、60岁光租房子都很痛苦，就没人要租他，然后还被赶来赶去，好像真的不太对劲社会住宅自己又没资格，所以说他想了很久以后下定决心那他就是去看房子，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去把之前早就看很久的那间房子签下来，谈价钱签下来。那真的等到交屋那一天，存款就跟大家一样瞬间归零，真的是几乎归零他觉得人生整个被掏空但后来怎么样也没怎样他本来担心的什么意外紧急花费等等有的没有发生他还发现说每个月固定缴房贷，反而比以前租房子租房子你剩下的钱会比较多比较多你真的会认真去存屁那就乱花那现在就是有钱先缴房贷，那反而可以控制这个开支更重要的是他终于不用担心哪天房东突然收回房子，所以他还跟我讲说他现在每天回到自己家的感觉是真的很放松很爽早知道就早点买，因为早年的房价又不一样，以前真的是活在一个自己吓自己的阶段你看又是一个当初早知道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自己吓自己等你真的去做以后才会发现其实也还好就这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就真的没什么好怕。以买房这件事情来说，我可以跟你保证就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真的你有算过以后，抓好安全边际以后，然后打点好后路。后路是说你是没钱吃饭，你先跟你爸妈讲一下嘛，就说我接下来可能没钱吃饭，但是你是买房子的这个行为他们应该也是支持的你有打点好以后该上就上，真的不用在那边自己吓自己。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
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